你有没有看过孩子脸颊红得像刚擦上腮红，笑起来特别可爱？别太快觉得这只是玩耍后的小脸潮红。最近在日本冲绳，这样的红脸已经成为疫情警报的讯号。当地保健所指出，苹果病传染性红斑病例数量突然飙升，首次达到发布警报的标准。乍听之下，苹果病好像只是小朋友的脸红红，但它其实是一种病毒感染，有明显传染期与潜伏期，甚至可能对孕妇或免疫力较差的人造成严重后果。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支影片，带你全面认识苹果病，从病毒特性、临床症状、传染途径到预防与治疗，依次讲清楚，让你能安心守护家人健康。苹果病的学名是传染性红斑，属于人类 B19 微小病毒所引起。这种病毒喜欢攻击骨髓里的红血球前驱细胞，因此会干扰红血球生成，对血液系统较敏感的人特别不利。名字之所以听起来可爱，是因为感染后的小孩脸颊会突然出现鲜红色斑块，就像刚咬了一口红苹果。也有人形容像被轻拍了一下，医学上称为拍击样红斑。接着，病毒在体内继续作用，几天后，身体与四肢会浮现网状、蕾丝状或斑点状的红疹，常伴随轻微瘙痒。成人感染后则可能表现不同，有些人没有明显红脸，而是出现关节痛、手脚僵硬或低烧，症状因年龄与免疫状态而异。但共通点是，它其实不是单纯的皮肤过敏，而是病毒感染的结果。苹果病主要透过飞沫与接触传染。当患者咳嗽、打喷嚏或讲话时，口鼻分泌物里的病毒就能传播出去。接触被污染的玩具、毛巾、口罩或桌面，也可能把病毒带到自己嘴鼻。最棘手的是它的隐形期，潜伏期大约4到14天，有时可达21天。这段时间患者几乎没有特别异常，但病毒早已悄悄在体内复制。前驱症状：低烧、喉咙痒、倦怠、流鼻水刚出现时，传染力最强。等到红疹或红脸冒出来，病毒量反而下降。也就是说，当孩子脸颊变得苹果红时，传染期大多已过，但同学们可能早在几天前就接触到病毒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学校、托婴中心或补习班常成为小规模群聚的原因。对于健康的大人或孩子，苹果病通常属于小病，多半1周左右就能痊愈。然而，某些族群的特别谨慎。首先是孕妇，若在怀孕初期感染 B19 病毒，病毒可能穿过胎盘，攻击胎儿红血球，导致严重贫血、胎儿水肿，甚至增加流产或死胎风险。其次是免疫系统不佳的人，例如化疗患者、器官移植者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者，他们可能因病毒长期存在体内，造成持续性贫血或重症。再来是先天或后天溶血性贫血患者，如地中海型贫血或镰刀型红血球病人，一旦感染，血球破坏加速，容易陷入再生不良性贫血危机。对这些人来说，早期辨识与就医非常重要，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皮疹而忽略。目前尚无针对 B19 微小病毒的专属抗病毒药物，也没有可大规模使用的疫苗，所以治疗原则以对症支持为主。对于一般健康人，医生通常建议多休息、补充水分，必要时服用退烧药来降低不适。若疹子瘙痒，可涂抹温和止痒乳液。最重要的是避免自行使用抗生素，因为它们对病毒完全无效，还可能引起肠胃或肝肾副作用。孕妇若怀疑感染，医师会安排抽血检测抗体或病毒 DNA， 必要时透过超音波观察胎儿健康。高危险群患者若出现严重贫血，医师可能采取输血或免疫球蛋白疗法。整体来说，苹果病对大部分人是自己会好的小病，
但医疗监测能避免少数高风险案例恶化。2025年9月，日本冲绳那霸市因苹果病病例数激增而发布警报，是当地10多年来首见。分析显示，这与近年来防疫措施有关，口罩、社交距离让许多病毒休眠了一段时间，造成孩子们缺乏自然免疫力。当社会逐渐恢复正常，病毒重新流行，病例就像补课一样快速增加。台湾与日本距离不远，两地旅游与商务频繁，因此医界提醒要特别留意输入病例。虽然苹果病多属轻症，但若群聚爆发，仍会影响校园与家庭日常。教育单位与家长需加强卫教，提醒孩子养成良好卫生习惯。社区保健单位也要持续监测疫情，确保第一时间掌握趋势。虽然苹果病没有疫苗，但只要养成好习惯，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。首先，勤洗手是最有效的基础防护，请用温水与肥皂搓洗至少20秒，特别是在吃东西前。帮孩子擦鼻涕后、上厕所后都要洗手。如果外出不方便，可先用酒精干洗手，但回到家仍应以肥皂彻底清洁。第二，正确佩戴口罩并保持距离。当家人或同事有咳嗽、打喷嚏、流鼻水时，记得戴口罩并保持适度距离，避免飞沫接触。孩子上学时，老师也可以教导咳嗽礼节，用手肘或纸巾遮掩口鼻，再立刻洗手或丢掉纸巾。第三，保持环境清洁与通风。在家里、托婴中心或教室，要经常打开窗户，让空气流通。桌椅、门把、玩具、遥控器、书桌、抽屉把手等高接触表面，建议每天用稀释漂白水或适合的清洁剂擦拭，减少病毒残留时间。第四，孕妇与高风险族群要额外谨慎。怀孕中或免疫力较弱的人，若必须进入人潮聚集的空间，最好戴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，减少与疑似病患面对面接触。如果家里有人感染，最好暂时避免共用餐具、毛巾与枕头，并提醒病人勤洗手，注意卫生。这些看似小动作，其实能有效阻挡病毒入侵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。从冲绳的疫情，我们学到一个道理：看似小儿科的病毒，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掀起波澜。苹果病虽多属轻症，但孕妇、免疫低下者、血液疾病患者却不能掉以轻心。想要避免被病毒打个措手不及，关键在于知识与行动，了解传染期与症状，留意自己与家人的身体变化，及早就医，遵循医师建议，并落实日常防护习惯，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健康漏洞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让你对苹果病有更全面的认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这支影片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获得更多最新健康资讯。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你身边有人得过苹果病吗？你的防护小技巧是什么？分享你的经验，让更多人一起守护家人健康。